机动性能堪比高速战机的宇宙战舰。桑吉巴尔级设定解析：吉翁跨越空天作战的最强战舰登场，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12集，吉翁的威胁。桑吉巴尔级机动战舰是吉翁在1年战争期间开发的一款高速机动巡洋舰。该型战舰的最大特点就是跟联邦军的白色基地一样，都具备有横跨空天领域的机动能力，而且为了适应在大气层中航行，桑吉巴尔级在造型上要与飞行器里的运输机更为接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舰体成为流线型，并且还带有机翼结构来使自身适应在大气层中飞行，而这跟现役的船型宇宙战舰就产生了很大差别，包括内部的布局方式也是如此。比如桑吉巴尔级的舰桥就相当于运输机的驾驶舱布置在了前方这个位置，尽管这个位置很容易遭到敌方的攻击，但十分有利于观察前方视野，从而便于舵手操纵桑吉巴尔级在高速状态中进行机动作战。也因此可以看到桑吉巴尔级舵手所在的座位基本上就是按照运输机飞行员的驾驶方式来进行布置。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的保护桑吉巴尔级舰桥这个部分，吉翁加强了桑吉巴尔级正面的防护能力，使其不至于过于脆弱，导致战场生存几率过低。其防护水平足以在正面抗衡联邦军的麦哲伦级，即便连续攻击命中，也未必就能击穿桑吉巴尔级的防御，以至于夏亚在一场战斗中敢冒着白色基地的密集攻击发起突击。可见桑吉巴尔级的防护是相当的坚硬。而在动力方面，桑吉巴尔级使用的是以热核方式驱动的动力装置，能让桑吉巴尔级从地球到吉翁在宇宙中的各个据点进行航行。而为了让桑吉巴尔级具备横跨空天2个领域的机动能力，所使用的推进器是由火箭和涡喷组成的混合动力，其产生的推力十分强大，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桑吉巴尔级进入到高速状态。其性能表现在一场战斗中快速追上了先行出发的白色基地，让白色基地在刚进入到宇宙时不得不做出与吉翁桑吉巴尔级战斗的准备。由此可见，桑吉巴尔级在机动性能方面是十分的突出。如果要从地球上返回到宇宙，只要在舰体尾部增加1级火箭助推器，桑吉巴尔级就能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到宇宙。其整个升空过程就跟多级火箭一样，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尾部增加的火箭助推器就会脱离，接着桑吉巴尔级依靠自身的推力就能进入到宇宙。除了机动性能表现优秀之外，桑吉巴尔级上的武装也相当强大。由于为了保持桑吉巴尔级在大气层中航行时的流线型，所装备的武装则都采用了内置的方式，直到进入战斗状态时才会展开显露出来。其中主炮是在舰体两侧的2座双管麦格利子炮，同时在桑吉巴尔级正前方位置还有4门单管麦格利子炮作为副炮，可跟主炮一起从正面给予敌方重大打击。如果利用桑吉巴尔级的高速机动性能，还能发起突击去撕破敌方的防线，所产生的冲击效果极大，很有可能就此让对方陷入慌乱，从而改变战场形势。不过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小，桑吉巴尔级的舰体毕竟十分庞大，极易在突击的过程中被敌方的反击命中，因此除了夏亚之外，很少人会选择冒如此巨大的风险，让桑吉巴尔级来对敌发起突击作战。除此之外，桑吉巴尔级还有威力更加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安装在舰体两侧的这一型导弹发射装置。该型导弹的体积十分庞大，其威力足以重创甚至击沉一艘大型宇宙战舰，即使是联邦军的麦哲伦级大型宇宙战舰，也未必能够扛得住桑吉巴尔级这一型导弹的攻击。而且该型导弹还加强了对米诺夫斯基粒子的抗干扰能力，有相当高的命中率来确保在发射之后能击中目标。可以说这一型导弹是桑吉巴尔级在关键时刻的制胜法宝。只可惜这一型导弹成本很高，不易生产，没有条件在吉翁军中大范围装备使用。而剩下的武装还有5座双联装防空炮，来构筑桑吉巴尔级近距离范围内的防御火力网。其防卫火力在整体上并不足够强大，所以通常情况下桑吉巴尔级不会主动发起战斗，在遭遇敌情时就会利用自身机动速度优势迅速脱离。最后是桑吉巴尔级也跟其他宇宙战舰一样，在舰体内部还设置有格纳库，可容纳6架机动战士或2架 MA， 可在战斗之前通过底部的舱门出击战斗，但是没有配备弹射装置，因此所搭载的 MS 和 MA 都是要靠自身的动力完成出舱。不过这对于主要用于特种作战的桑吉巴尔级来说影响不大，倒是为了便于在地球的重力环境下回收机动战士，专门增加了大型吊索设备来供机动战士返回桑吉巴尔级时使用。
而除了桑吉巴尔级底部的这个舱门之外，还在舰体侧面位置也设置了舱门，以此让机动战士多个出舱口选择，去应对不同的出击作战情况需要。而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吉翁在1年战争期间建造桑吉巴尔级的数量比较稀少，按目前已知的记录来看，吉翁前后一共仅建造了16艘，而这其中的1艘就有属于兰巴拉尔率领的吉翁部队。其初次登场时就受多兹鲁扎比中将的命令空降地球，来为卡尔马扎比复仇，前来剿灭联邦军的白色基地。而与此同时，吉翁为刚刚阵亡的卡尔马扎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由此来表达出吉翁将这场战争仍坚定不移进行下去的决心，不会因为卡尔马扎比的阵亡而有所退却。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吉翁一边以失职的名义撤除了夏亚的职务，另一边启用得力干将兰巴拉尔来代替夏亚，派往地球继续剿灭联邦军的白色基地，以此为死在白色基地手上的卡马尔扎比复仇。于是兰巴拉尔便乘坐桑吉巴尔级空降到了地球，没有多久就追上了正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白色基地，就这样与联邦军的白色基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一开始，他就凭借桑吉巴尔级的强大攻击能力，成功给予了联邦军的白色基地重大打击，而白色基地也立即对桑吉巴尔级进行了反击。正当这场战斗进入白热化之际，两边先后都进入到了一个布有乌云的空域，结果云层中突然冒出的闪电和雷声震惊了所有人，甚至吉翁里没有见识过雷电的人还以为是对方的攻击，结果震惊之余让白色基地脱离了交战距离。不过时间没有过去多久，白色基地因动力有被攻击命中导致功率下降，无奈之下不得不降落到了一座岛屿之上，但并没有就此摆脱掉兰巴拉尔的追击。在经过一番搜索之后，兰巴拉尔很快就找到了白色基地迫降的位置，于是在重新组织阵型后向白色基地发起了攻击，并且他还亲自驾驶吉翁新开发的机动战士，率领机动战士部队出击作战，打算从地面攻击来突破白色基地的防御。就在白色基地也派出机动战士进行应战的时候，龙和西发现阿姆罗出现了重大情况，也就是阿姆罗出现了新兵在参战后容易患的 PDST 症状。然而此时作战情况紧急，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白色基地只能先将高达弹射出击迎战，再想办法唤醒阿姆罗恢复到正常状态。而这一冒险做法确实得到了奇效，让阿姆罗在与兰巴拉尔发生战斗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虽然兰巴拉尔驾驶的新型机依靠比扎古强大的性能，给予了阿姆罗比以往强得多的重大打击，但好在其他人及时出击，给阿姆罗提供了有力支援，这才成功逼迫兰巴拉尔选择撤退，放弃了战斗。就这样，他在返回到桑吉巴尔级上后，便迅速离开了战场。于是联邦军的白色基地得以摆脱掉这场危机，没有被吉翁新派来的强敌兰巴拉尔击败。然而白色基地所有人并没有就此放下紧绷的神经，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吉翁总帅基连扎比向全世界公开发表的电视演说。这一场演说在卡尔马扎比葬礼的现场所调动出来的气势，让所有人深刻感觉到了来自吉翁的威胁，而这也就意味着现在已经没有谁的命运能够逃脱掉吉翁所发动的这场战争。